大家新年好，我是魏志超来跟大家聊一聊我的2021年10大好书。2021年我读了大约130本书以下是其中的10家。首先呢是我的年度最佳图书安迪威尔的科幻小说《挽救计划》。我觉得这本书是一首对科学和知识最美妙最动听的赞歌。书里的很多工程细节和科学想象都有一种古希腊雕塑般的美。对于我来说呢，这是一部伟大的科幻小说，也是一件伟大的艺术品。其实当年读到短篇科幻小说《蛋》的时候，我就已经认定安迪威尔是当代最伟大的科幻小说家了。但是呢，《蛋》这个短篇科幻小说的欣赏门槛非常的高，只有当你认真的思考过意识这个终极哲学命题并且对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有过你自己的思考，你才能够体会到《蛋》让人头皮炸裂的价值，否则的话就很难感受到它有多好。所以呢，我也就没咋跟人大力推荐过。现在呢，有了《挽救计划》这部欣赏门槛并不高，却同样是神作级别的长篇小说，那我觉得我终于可以敲锣打鼓的跟朋友们宣布，安迪威尔现在已经是我心目中史上最伟大的科幻作家了。你没听错，就是超越阿西莫夫、超越阿瑟克拉克的那种伟大。接下来呢是我的年度最佳科幻小说詹姆斯霍根的《星之继承者》。既然年度最佳给了科幻那么年度科幻就多出个名额来了嘛。我当时看完《星之继承者》最后一页合上书本的时候暗叫了半个小时，我没有想到一本书居然可以在硬科幻和本格推理这两座高山上同时站上巅峰这既是一部殿堂级的硬科幻，居然也同时是殿堂级的本格推理。就像是一个运动员同时拿了举重奥运冠军和100米跑奥运冠军那种感觉，强得让人惊掉下巴。好，那再接下来呢是我的年度推理小说，三津田信三、陈浩基、潇湘神等日港台5位作家接力完成的《怪谈竞演奇物语》。我在2021年上半年好书推荐那期节目里已经讲过了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再接下来呢是我的年度惊悚小说恰克·帕拉尼克的《肠子》这本书精巧、黑暗、疯狂是一本奇书。帕拉尼克的作品其实很难定义类型你可以说它是恐怖小说毕竟很多人曾经在听帕拉尼克自己朗诵《肠子》的片段的时候被直接吓晕了。但与此同时呢，这本书的语言冲击力之强，文字之鬼魅又足以让它晋升纯文学作品之列。我把它呢当作惊悚小说但是《肠子》其实也是我今年的最佳纯文学作品。好，再接下来呢是我的年度讽刺小说，台湾作家九把刀的《哈棒传奇3：哈棒不在》。我觉得这本书算是九把刀真正的代表作。九把刀最变态、最恶趣味的一面与他最天才的一面，在这本书里同时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所以呢，这本书既是最低级、最恶心的屎尿屁小说，同时呢，也是最厉害的讽刺小说。我觉得你看完之后，大概要么给1星要么给5星我是给了5星。再接下来呢是我的年度童书尼尔盖曼的《坟场之书》。这本书明明是写给小朋友看的但是写的实在是太温柔了，搞得我这个40岁的老男人看完之后大半夜哭得稀里哗啦的。接下来是我的年度纪实文学彼得海斯勒的《寻路中国》。寻路中国这本书算是纪实文学的一座丰碑它写尽了中国人的艰辛与坚毅。这本书大名鼎鼎多年以前就列入了我的读书计划如今是相见恨晚。不过呢又算是读的恰逢其时原因你懂的。好，再接下来是我的年度历史图书罗杰克劳利的《海洋帝国》。在上半年好书推荐那期节目里呢，我说过我要补完地中海史诗3部曲，那么下半年补完的这本《海洋帝国》呢，它正好是3部曲里的最佳，也是3部曲里边最费肾上腺素的一部其中的马耳他之战那一部分看的简直是让人喘不过气来克劳利的文笔实在是太好了，很多段落都写出了音乐的节奏接下来就是第9本了，我的年度心理学图书哈佛大学人类进化生物学家约瑟夫·亨里奇的《人类成功统治地球的秘密》。这本书呢揭示了文化是如何驱动人类进化的，角度非常新奇，让人大开眼界。其他那些关于人类进化的图书里很少这么完整的阐释过文化的作用。最后的第10本呢，我的年度科普图书是美国神经生物学家罗伯特·萨博斯基的《行为》副标题是暴力竞争利他行为背后的生物学。如果未来5年内你只打算读1本神经科学、心理学、人类行为这个领域内的书的话，那我建议你就读这一本吧。
我甚至觉得心理系的学生可以用这一本书当参考书啊，就学通所有的心理学课程。因为《行为》这本书某种程度上就是科学家当前对于人类行为的理解的集大成者。好，那么以上这些呢，就是我的2021年年度10佳图书了。2021年年初，我自己其实也写完了我的第3本书啊，而且这本书是我自己目前为止写的最满意的一本书。这本书是我作为一个写了20年影评的野生影评人献给影迷和电影人的一封情书。可惜啊，由于现在的出版业寒冬啊，这本书现在正在排着队呢，估计要等到2022年的某个时候才能够出版跟大家见面。到时候出了我会再跟大家分享。好，那么希望在2022年里你和我都能够读到更多的好书。那就这样吧，我们下回再见。